公元234年，五丈原的秋风分外萧瑟，一位病入膏肓的丞相正北望长安。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长安就在眼前，可我的大限到了，一生谋算，却也算不过这天命吗？陪我中原，出师不干。这就是诸葛亮，我们都熟悉他的名字。他是智慧的化身，我们津津乐道于他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但是，如果我们拨开神话的迷雾，你会发现一个更复杂也更伟大的灵魂。他真是神机妙算吗？还是一个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赌上一切的孤独理想主义者？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诸葛亮字孔明，他年幼丧父，随叔父辗转流离，最后在隆中过上了犁耕垄田的生活。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交友广泛，博览群书，时常自比管仲、乐毅。他就是那条等待风云际会的卧龙。公元207年，转折点来了。刘备以年近半百的创业者3次来到这间茅屋前，这就是隆中对。诸葛亮提出了他准备10年的计划书。他告诉刘备，曹操不可争，孙权不可图，我们的路在荆州和西川，3分天下的蓝图无形展开。10年，我在这隆中等了整整10年。世人笑我狂，笑我自比管仲、乐毅。但今天，我知唯有此人，唯有玄德公，方能成我胸中丘壑。天下将因今日而不同。这一年，诸葛亮27岁，他走出茅庐，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他的第一场战役就是联孙抗曹，他孤身赴江东，舌战群儒，开创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他协助刘备夺取荆州、益州，蜀汉帝国拔地而起。但我们必须知道，诸葛亮最被神话掩盖的才能是内政。他治蜀讲究科学，他发展农业，改革官制，百姓生活稳定，赋予了蜀汉连年征战的资本。然而，命运远比隆中对的计划要残酷。第一个打击，关羽失荆州，隆中对2路出击的战略直接破产。第二个打击，刘备白帝城托孤。刘备那句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成为历史上最受争议的遗言。这是信任还是试探？诸葛亮没有犹豫，他用后半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刘备死后，他独掌军政，开始了5次北伐，三国中最令人窒息的篇章。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战略家和管理者，而非战术家。他用兵谨慎，稳扎稳打，善于以正和，而不善于以奇胜。相比于韩信、白起那样的战术天才，并不算顶尖。蜀汉以益州之地对抗曹魏9州，我们不禁要问，他真的不知道这很难吗？他知道，但他必须这么做，因为匡扶汉室是蜀汉存在的唯一意义。如果不北伐，蜀汉就失去了灵魂。先帝，待我以国事。如今汉室颓颓，益州疲弊，臣知其不可为，然不北伐，臣以何报先帝？他没能完成克复中原，但他留下了《出师表》。这篇用血泪写成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他死后，家中无余财，他成为了中国文化中至与忠的图腾。五丈原的秋风吹熄了蜀汉最后的烛火。诸葛亮这位卧龙先生，
他的一生都在与天命抗争。他没能借来东风，也不能用七星灯为自己续命。他输给了天命，却赢得了不朽。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完美演绎了那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壮丽的豪赌。